你知道吗？你身上的磁场决定你会遇见谁，同时也决定着你的命运。在浩瀚宇宙中，每个生灵都被其独有的磁场所环绕。这不仅仅是物理之谜，也是命运的之宫。磁场，这看不见的力量，决定着你将与何人相遇，以及你的命运将何去何从。今日我将与你分享，虽篇幅稍长，但若能静心听完，定能心有所感，灵有所起。善念，这是心田里最珍贵的种子。古老的《易经》有云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这是何意？即相似之声能引发共鸣，相近之气能彼此交融。人之间亦是如此，同样志趣与想法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，形成和谐的集体。你的内心，它所播下的每一个念头，都会形成一种磁场，吸引着与之相同性质的人。那些品德高尚的人，他们周围总是环绕着善意与良好之人，而那些心怀险恶的人，则总是被小人所围绕。你的气质就是你的磁场，它将吸引相应的人到你的生命中。吾现在将分享3个关键的因素，它们将指引你如何培养内心的善念与正能量，请你细心对照。首要之事便是怀抱善念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教导我们：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。这意味着，那些将天下苍生视若己出的人，才有资格承担起世间的重任。想想诸葛亮，他有救世的才华，却隐居南阳，淡泊名利。刘备则怀揣着天下的重心，三顾茅庐，不懈追寻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真理：心存善念的人，自然会吸引贤良之士来相助，共筑伟业。反观董卓，虽然勇猛善战，但他的内心充满了野心和私欲，最终导致了他悲剧的结局。《道德经》再次启示我们：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这是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德性在于无私与不居功至人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言语中传递善意，在行动中播撒善举，在心中培养善念，那么他必将在人间留下温暖和光明。因为他心中装满了他人，自然他人的心中也会装满他。正是这些善念，如同无形的磁波，不断向外发散，给予他人正能量的同时，也会吸收到来自他人的善意。所以，请记住，你心中的念想会塑造你的人生，你心中的渴望会带来你生命中的相遇。心存善念，你将遇见生命中的贵人，共同绘制一幅美好的人生画卷。第二点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阴暗，因为那样只会吸引那些不怀好意的人。《道德经》中说：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同于师者，师亦乐得之。意即，心怀道义的人将与道同行，而失德失道者终将遭受命运的反噬。拿汉废帝刘贺来说，他本是生性放荡，嗜好声色犬马的人，最终因为这些恶习，
吸引了一群谄媚小人，而忠良之臣却被他置之不理。刘贺成为皇帝后，这些小人随他一同沉沦，他们的行为败坏了风气，甚至引发了政变，导致刘贺被废。曾经有忠臣劝他慎行，但他却被小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，最终他的短命统治结束，成为了历史的一个警示。这给我们的教训是，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善念，偏离了善行，那么他周围的负能量就会像磁场一样，吸引更多的负面影响。当你抱怨命运不公时，请记得，这一切或许正是自己的内心所吸引的结果。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每一次的相遇，都是由我们的内心所定的价。所以，让我们时刻保持正面的思维，培养善念，做出善行，以光明的心态去迎接每一次的相遇，去塑造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。第三点，你在这一生中遇见的每一个人，都是你内心磁场的反应。吸引力法则是宇宙间不变的真理，同样的频率互相吸引。你对这个世界的情感和态度，终究会反响回你的生活之中。这股看不见的力量，正是引导着宇宙有序运转的原动力。因此，心怀善意的人，散发出的正能量会吸引到同样积极向上的伙伴，而内心怀有阴影的人，则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得失上，不断在提防和算计中度日，最终身边环绕的将会是那些满心算计的小人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应该知道，比起埋怨，更应该修炼和提升自己的内在。第四点，每个走进你生命的人，都有其必然的理由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宿命的安排。善念，正如一粒发芽的种子，携带着未来的承诺。在人的一生中，心怀善意不仅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加阳光、高尚、纯粹，而且一个简单的善举，有时也能带来转机和机遇。多播撒善念的种子，你就会遇到更多善良的人，更多的善事也会不请自来。善念是一种内心的修行，是在微小处见证伟大。它如同一花一世界，一念之间就能达到心灵的觉醒。所以，这一生中的每一次相遇，都是内心念力的显化，都是同频共振的结果。让我们以这份理解，去培育心中的善念，让生活充满阳光，吸引那些美好的相遇和经历。好了，如果你听懂了今天的分享，就点个大拇指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，请点击订阅图标立即订阅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